哈喽，各位听众老铁，欢迎来到我们的36季历史大揭秘频道。今天咱们要聊聊的是第4季以逸待劳。这可不是教你怎么偷懒，而是教你怎么用最酷炫的姿势躺赢。想象一下，你就像那个在游戏里开挂的玩家，别人忙得团团转，你却轻松收割胜利果实。心动了吗？赶紧往下听吧。以逸待劳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很爽，它的起源可是大名鼎鼎的孙子兵法。简单来说，就是老谋深算的军事家们喜欢等敌人跑得气喘吁吁的时候，再给他们来个突然袭击。这不就是咱们小时候玩的躲避球战术吗？先躲着，等对方累了，再一球把他们全灭。现在我知道你们这群懒癌患者已经跃跃欲试了，别急，这可不是简单的拖延症，而是有策略的保存实力。所以先把那个快进键放下，咱们好好学学这一招。说到实力，不得不提咱们中国的三国时期。记得那个威猛的关羽吗？他领了便当之后，他的好兄弟刘备气得七窍生烟，于是带着一票人马去给关羽报仇。东吴的孙权一听这消息，吓得差点没住进医院。他知道自己肯定不是刘备的对手，更何况他的智囊团最近也挂了。于是他想办法跟刘备谈和，但刘备可不买账，非要干一架不可。刘备带着海陆两军浩浩荡荡地杀向孙权的地盘。当他们走到一个山沟沟里时，不得不排成一字长蛇阵。这种队形打起来可是很吃亏的。就在这时，孙权任命了一个叫陆逊的新手将领来对抗刘备。这陆逊年纪轻轻，名不见经传，但他的手下们可都对他刮目相看，因为他用了一招超级无敌的以逸待劳。当刘备的大军逼近时，陆逊却命令部下们放假休息。他的将领们一脸懵逼，心想这货是不是疯了？但陆逊心里有数，他知道刘备的军队现在正是斗志昂扬的时候，跟他们硬碰硬肯定没好果子吃，所以他选择等待，等到刘备的军队累得跟狗一样的时候，再给他们来个致命一击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刘备的军队在山沟里转悠了好几个月，连刘备自己都开始怀疑人生了。他们的士气越来越低，补给也快用完了。终于有一天，陆逊觉得时机成熟了，他召集手下们，宣布要发起总攻。他的将领们一脸懵逼，心想这货是不是又疯了？但陆逊却信心满满，因为他知道刘备的军队已经疲惫不堪，现在正是收拾他们的大好时机。陆逊的计划很简单，放火烧山。他命令士兵们带上干草，一把火烧了刘备的营地。风一吹，火势迅速蔓延，刘备的军队被烧得鬼哭狼嚎。陆逊趁机带领部下们发起猛攻，把刘备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。这一战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夷陵之战，也是以逸待劳计策的经典案例。所以咱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运用这个计策，比如在工作或学习上，不要急于求成，先保存实力，等待最佳时机再出手。就像那些高手们一样，总是在关键时刻才展现他们的实力，这样不仅能提高效率，还能让你在人群中脱颖而出。总之，以逸待劳不仅是一种军事策略，更是一种人生智慧。它告诉我们在面对挑战时，要学会保存实力，观察时机，并果断出击，这样你也能成为那个轻松逆袭的懒癌患者。